王心凌一开始也是他们家公司的，但其实这个团体本来一开始是6个人，然后呢，他当时是偷偷的跟7朵花的一位成员谈恋爱，然后呢，从来没有人发现过。在影片开始之前，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开启小铃铛跟追踪我的 IG 哦。耶、我是杰米，今天又要来回忆杀啦。你知道人活到一定的年纪，就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回忆的。今天呢，要来回忆有着偶像团体制造机之称的乔杰利家族，像是5566、183 Club、7朵花、K1 等等，都是出自于乔杰利经纪公司哦。那这些团体现在都在干嘛呢？马上一起来看看吧。那首先，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关于乔杰利娱乐公司，是由孙德荣先生于2000年12月所创立的经纪公司，旗下有着许多著名的团体，像是5566、7朵花、183 Club、K1、台风等等。而且你们知道吗？其实王心凌一开始也是他们家公司的，他其实是签戏剧约。在乔杰是签戏剧约，对，但是他有跟那个他们乔杰利的公司其他人一起唱那个，就是他们那个什么 J Star 的那些家族的那个歌，对，他有在里面出现。那之后，在2016年的4月14日，孙德荣先生宣布将旗下歌手的音乐版权交由前5566成员小刀彭刚玉所创立的量能艺兴娱乐管理。直到2021年的1月，孙德荣先生再度重启乔杰利，并开设经纪部门。前 K1 成员 Gino 则成为他的首位签约艺人。当年他们真的非常的红，我就是因为太喜欢他们了，就是不只喜欢一个团体，所以呢，我就最后我那时候国小吧。但是国小我的红包钱都是妈妈爸爸帮你存起来，拿去缴学费，所以我没什么钱，所以我那种一点点的钱，我就决定去买那个摇滚万岁的那一张全新的专辑。但是因为我最近搬家，我实在是有一点找不太到，对，所以就是我有买那一张。摇滚万岁，我是新人类。好啦，那现在就来跟大家好好介绍当年阿姨我们迷的团体到底有多红。我实在是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说出这句话。阿姨当年迷的团体，第一个5566，没错，第一个绝对要来介绍的就是我们亚洲天团5566啦。无所谓的是非，放开双手，任由你想象。由孙协志、王仁甫、王少伟、许梦哲以及小刀所组成的5人男子团体，但其实这个团体本来一开始是6个人，但是有一个成员叫曾伟迪，他在就是他们要出道前就先退出了。那他们在2002年的1月21日出道，团名5566的寓意代表着5位团员6大领域，期许他们都能在唱片、主持、戏剧、电影、广告舞台有着很棒的发展。起初刚出道，他们超级无名，是一直到2002年由5566、言行书及张韶涵一起主演的 MVP 情人，才让他们广为人知，并推出了 MVP 情人电视原声带。片头片尾曲也可以称作是神曲的《无所谓》及《我难过》。无所谓的是非，放开双手，任由你想象。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放弃的梦被打碎，忍住悲哀。我难过是，我觉得应该是现在大家比较熟的，因为他们前阵子，反正他们就又有合体，然后就唱这个，然后大家在那边说56不能忘，就会唱。我难过的是放弃你，放弃爱。好了。我要放弃我的歌声了。不过，成员小刀因为腰伤复发的问题，在2003年退团之后，5566就是以4人形式活动，也因为逐渐上升的人气，后续更是出演了《西街少年》、《紫禁之巅》、《格斗天王》等超红偶像剧。当然，原声带的歌曲更是把他们唱得更红了。2004年到2009年可以说是5566的全盛时期，当年他们还创下了用直升机赶场签唱会的盛况，人气甚至红到连海外都抵挡不了他们的魅力。不过，在2010年，团体的活动逐渐减少，并宣布了团体单飞不解散，一直到2013年的电视金钟奖上再度合体，重点是5个人哦，让超多当年的56迷兴奋到不行，直接高喊56不能忘。那最令人激动的还是当天晚上他们也表演了代表歌曲《我难过》，整个回忆杀。
那也因为这次的合体，让许多56迷们再度浮出水面，高喊他们回归。2016年，团员孙协志、王仁甫、许孟哲以《饥饿游戏》回归，重启主持棒。他们当年主持的《少年特工队》是超好看，就是台版 Running Man 的感觉，超推。现在小朋友没有看过，你们通通都去 YouTube 给我搜寻《少年特工队》，通通都去看，并在2021年的1月1日发行数位单曲《我们》。那这首歌是5566继2008年睽违13年所出的歌曲，不管是对他们还是对歌迷都意义重大。那目前团体主要比较活跃的是孙协志、王仁甫及许孟哲3个人，他们主持的节目也有获得58届金钟奖最具人气综艺节目奖哦。而且他们鼎盛时期一年收入大概是将近4亿。好啦，那不管是还在的团员，或是已经离开的团员，他们现在都在干嘛呢？第一个，孙协志，身为5566的队长兼主唱，在团体单飞不解散后，成立了不动心娱乐事业有限公司，并在2013年发行了个人专辑《不死鸟》。感情方面的部分呢，他在2011年和演员韩瑜结婚，这段婚姻维持了5年，最后在2015年离婚。今年47岁的他依旧持续活跃在荧光幕前，去年3月还担任了中华职棒台钢雄鹰及 T1 联盟台南台钢猎鹰的啦啦队策略长，因为他很喜欢打棒球，他之前还有创一个叫 J Star 的棒球队，然后里面就有很多艺人这样子。第二个，王仁甫。王仁甫则是在2006年与季晴结婚，并生下了2个小孩，之后大多都是在主持节目，也和老婆在宜兰经营民宿哦。虽然真真有一度因为太幸福而变胖，但之后为了健康瘦下来，直接梦回当年的王仁甫啊！今年45岁的他，除了主持节目外，也和季晴开了 YouTube 频道情人 Play What， 里面记录了他们一家人的生活日常，非常的幸福。而且他的女儿是超级 BTS 铁粉，然后那时候在高雄演唱会上，他就请他女儿上来一起表演 BTS 的 idol。就是你可以看到一个爸爸很卖力跟着女儿一起。我喜欢5566，但是因为你真的可以看出来就是岁月的痕迹，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们就还是有那个你知道偶像的舞感。仁甫哥赞赞。第三个，王少伟。那王少伟除了是5566的团员外，因为出众的身高及人气，让他在2004年加入了乔杰利旗下的另一个团体183 Club。那他在2013年不再与乔杰利经纪公司续约后，除了主持节目，也跨足了戏剧的演出。那最让人印象深刻的就是2020年公视播出的《我的婆婆怎么那么可爱》，里面饰演苏炳孝一角。那今年49岁的他也有开设自己的 YouTube 频道，介入他的日常生活。他那个 YouTube 频道真的就是超日常。真的是他的日常生活。许孟哲当年出道时只有16岁的他，也是团体中的忙内。除了在团体里活跃外，私底下的他其实超级喜欢冰上曲棍球。也因为这样，他在2017年获选为2017男子成人中华台北代表队成员，代表台湾到日本北海道参加亚洲冬季运动会比赛。同年年底也受北美职业冰上曲棍球联盟的邀请，出席冬季经典赛。2019年和赵梦之结婚，并生下了1男1女。今年40岁，他依旧持续在荧光幕前活动哦。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那时候出道很年轻的关系，到现在都还是觉得他没有什么变，还是当时因为他长得比较成熟一点，所以到现在都还没有什么变。我不太确定是什么原因，但是我真的觉得他没有变。我觉得他是里面最帅。我也觉得，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都觉得他不帅因为他初期的时候比较胖啊。可是我觉得还好，我觉得他初期的时候就很帅啦。而且那个时候流行的是那种美男系列。你是说像孙协志跟那个王仁甫那种比较长头发那种？第5个，小刀。那自从2003年因为腰伤复发退团后的小刀，就转为幕后发展。2005年创立了大国艺兴娱乐公司。今年47岁的他，大多都是在幕后发展，鲜少出现在荧光幕前。第2个 ，K1。2003年出道的 K1。由 Gino、Darren、力阳、Kido 以及 JR 所组成的5人男子团体。起初他们原本是6个人要出道，差点团名要叫6壮士。我要是他们，我听到我会哭着冲出会议室。我跟你讲，这跟东方神起原本叫什么5脏6腑一样，对吧？
那当时因为整齐的刀群舞，让大家对这个团体非常的有印象。2004年和前辈5566出演的偶像剧《紫禁之巅》，让他们开始打响知名度。我觉得现在你们没有看过《紫禁之巅》真的没有关系，但是你们一定要知道这段名音。要打，确定我是打。好干哦，那怎么拍得出来啊？你们那时候怎么看得下去？有时候我们觉得他超。我们就是那么容易满足，哪像你们现在啊？那片头风云变色跟片尾背影，到现在依旧是 KTV 必点歌曲之一啊。那就在成军5年时传出不和之说，最后在2008年离开经纪公司，不再续约，宣布解散。就是他们的不和之说其实蛮长，就是蛮久了啦。但是好像只是他们都是说，因为大家的目标不一致，所以最后选择就是分开这样子。但时间可能会冲淡一切，对不对？因为那个什么之后，那个 Gino 跟 JR 也有一起拍一个网络的广告啊，然后还有那个什么 Gino 也有说他也蛮想要就是再合体的，不然只是说说而已哦，很想看呢。好啦，那现在就来看看成员们各自都在干嘛吧。Gino K1 的队长，因为在团体期间就曾出演许多经典的偶像剧，所以在团体解散后的他就专心的转腕。Hello， 你们念那一串，快点。专心的转。没有，所以在团体解散后，他就专心的转往戏剧发展。你不要给我故意转吧。我不行啊，那怎么样？所以在团体解散后的他，就专心的往戏剧发展。前期是出演偶像剧为主，后期则是以乡土剧为主。那他曾经有明视一哥的称号，因为他那时候基本上都是演明视的戏剧。然后呢，之后有一度他就是跳槽到三立，然后呢惹怒了明视，所以他就从此消失在明视。对，然后现在就是演三立的剧为主。那今年45岁的他依旧保养的超级好。前阵子在2020年时候，因为一个手游广告，久违的和前团员 JR 合体，两人还重现当时紫禁之巅的经典画面，真的是让人好想再看到 K1 合体啊。Darren K1 的副团长也是另外一个团体台风的成员，因为深厚的武道底子，让他曾经被日本杰尼斯选中为旗下团体进击小子伴舞。那解散后的他也继续朝着武道方面发展，不过发展不如预期理想，之后渐渐消失在大众视野。一直到去年的2月，中华民国共好发展总会发表了一段微电影，里面的主角就是 Darren， 让许多人看到后是又惊又喜。那这个微电影呢，主要是在讲述 Darren 这20年来的真实经历。说到当时团体解散后，因为时代的变化，他从演艺事业转型开始创业，但血本无归，最后只好去当上班族。因缘际会下遇到了中华民国共好发展总会的人，一起发展出特斯拉的机场接送事业。那今年43岁的他，虽然淡出演艺圈，但在其他领域有了更好的发展哦。我以前就觉得他最帅了。不要承诺，很帅啊，哪里不帅啊？力扬在团体解散后，因为曾经是 K1 里面的主唱，力扬转战成为创作型歌手，也上了歌唱节目。之后因缘机会下转往中国发展。今年47岁的他，现在是中国知名 club 的 DJ 哦。Kido 身为团体中领舞的 Kido， 在团体解散后就转往舞蹈老师发展，担任许多明星的舞蹈老师跟伴舞。之前就曾经出现在林俊杰新歌后面的舞群里面哦。今年43岁的他变得更帅了，前几年还有上综艺大热门表演 K1 当年的歌曲，那个舞跳起来还是这么的有力。而且我看到他 IG， 他 po 超多他去1730的照片，他跟我一样是那个店的爱好者，我们的品味差不多哦。JR 最后一位也是现在还在演艺圈发光发热的纪言凯 JR 啦。团体解散后，他在2013年入伍，退伍后改名为 JR 纪言凯，重新活动。在 K1 时期就已经主持、演戏、唱歌都表现很好的他，之后陆续也出演了许多有名的电视剧，主持节目更是满，可以说是发展的非常的好。感情方面呢，则是团体中第一位结婚生子的团员哦。他在2019年和倪千玲结婚，并生下了女儿小麦芽，女儿今年即将满6岁，真的是超级可爱的
了。那自从退伍后复出的他开始勤加健身，外加又去缝了双眼皮，让今年已经4岁的他看起来整个帅度在往上攀升。相比当年出道时的他，多了一份稳重的男人味。这边小八卦一下，他那时候有跟王少伟一起去上小 S 的新节目，就是《小姐不洗地》，然后就有被爆料说他当时因为孙走下禁爱令，每个人都不能谈恋爱。然后呢，他当时是偷偷的跟7朵花的一位成员谈恋爱，然后呢，从来没有人发现过。那个人是谁？7朵花的小杰，这是后来他自己也承认，他有承认啊。他原本在节目上死不承认，然后后来是另外的采访，他就说，就小杰啊这样子。很会谈恋爱哎。第3个7朵花。于2004年出道的女子团体，也是乔杰利旗下唯一的女子团体。7朵花原先是由7个人所组成的，团员为小乔、乔恩、维如、小杰、馒头、仔仔、雨杰7人。那个雨杰就是现在很常演乡土剧的那个王雨杰。当时他是因为原本的经纪公司并不是在乔杰利，但是好像因为合作了什么关系，然后原本想要组成团体，但是跟原经纪公司就谈不拢。所以最后他就没有再加入这个团体，就没了。但是因为一些因素导致馒头仔仔退团，最后7朵花由小乔、乔恩、维如、小杰4人形式活动。他们在2005年和183 Club 出演了偶像剧《王子变青蛙》后，整个大爆红。我当年超喜欢他们跟183的 CP， 就是乔恩就是一定要跟明道。小乔就是一定要跟王少伟，他们就很常被配在一起啊，就戏里面也是啊。然后呢，平常就是综艺的互动也是这样。那时候就是他们不可以跟别人好，他们就只能跟这样子好。那在同年还推出了首张专辑，销量直接高达了12万张的好成绩。跟你说，我确实有买这张，但是我就是找不到，所以呢，我就借了，就是那个有朱阿姨的那个专辑资源。对，她的比我厉害，为什么？因为她有去签名会。他超强的哎，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就是跟我一样年纪大的也有买过这个专辑，有没有？7朵花他们只出过这一张。哦，是哦。对啊，他们只有出这一张。为什么那么大张？因为就是里面还有这个，他的介绍，小杰，他叫唐。那里面这首《王子变青蛙》的插曲《好爱他好想他》是非常好听哦。好想他，再这样下去的不是一个反话。里面还有2首是改编自外国的歌曲，也因为这波气势的关系，让他们基本上变成了当时偶像剧女主女二的大户，像是微笑 Pasta、鹰眼3+1、命中注定我爱你等等的热播偶像剧都有他们的身影。那最后在2009年4个人的合约到期，最后宣布解散。那他们现在都在干什么呢？小乔、赵小乔7朵花的队长。那他在组成7朵花之前，就已经先组成了男女混团 RMB 了。那是之后有重叠到一点点7朵花之后，那个 RMB 就解散。我的情歌用力冲洗出那爱的巴宝。那从2005年的《王子变青蛙》范元熙一角，让人更加注意到他。君浩，这个真爱算什么？究竟算什么呢？你知道《王子变青蛙》当时简直就是。你只要没看过，隔天去学校你就没办法跟你的同学聊天，因为大家都在聊《王子变青蛙》。你知道我当时就是因为这个非常的难过，因为我就是10点要睡觉，但是10点才开始播。对，然后我爸就不让我看，我就是没有办法，我只能下个礼拜补强。能重播，很难过。然后有一段时间，我爸他们要把第4台停掉。你怎么会哽咽？哎呦，很难，我那时候快革命哎。然后我想说，那我人生怎么办？我要看什么？后续在微笑 Pasta 饰演女二 Rita 也让人非常印象深刻。2008年的《欢喜来斗阵》及2009年的《魔女18号》也都是她的代表作之一哦。那之后在2011年和刘亮佐传出恋情，最后在2017年结婚。那婚礼的时候，7朵花的全体成员也有到场，并担任她的伴娘团哦。就是那时候我看到他们婚礼合体的时候很感动，会觉得他们到现在感情还是这么好。就是那时候解散还一度以为他们不合，有没有？就会觉得伤心，但是他们现在感情真的超好，他们时不时都会聚会。最喜欢这种感情好的女团了。好啦，那小乔在2022年也产下了超级可爱的女儿点点。
今年46岁的她，除了是个超级妈妈外，还开设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里面记录了她和家人们的生活日常，非常的幸福哦。她的 YouTube 频道蛮有趣的，大家可以去看，真的有趣，真的有趣哦，我有看，而且它里面也有回答说当时在7朵花的一些 Q&A， 就是网友问他都有回答，对我觉得都蛮有趣的。乔恩，再来就是红透半边天的乔恩啦。当初在演完《王子变青蛙》后，整个人气可以说是红到爆炸。我个人是觉得他是当时7朵花里面人气第1名的，因为他后来演了超多的偶像剧，跟主持《型男大主厨》，电视到处转，到处都是他。2008年的《命中注定我爱你》也饰演了女主角陈心怡。陈心怡，你是不是爱上我了？这部剧不仅刷下了当时台湾偶像剧的收视最高纪录，还以这部剧入围了金钟奖的女主角奖，因此开启了她的中国发展机会。不止拍摄电视剧，还拍了电影，尤其是2013年她在《笑傲江湖》中饰演的东方不败，让她的演技更受肯定，并入选了中国富比士的名人榜，可以说是事业一飞冲天。找本教主有什么事吗？在2019年，因为出演了综艺节目《女儿们的恋爱》，认识了小她9岁的曾伟昌，直接陷入了热恋。应该让台开帮你说这些。并在2022年登记结婚，去年补办婚礼。当然，7朵花的成员们绝对是要到场的啦！醉香伴娘团再度上线。今年46岁的乔恩，现在基本上都是在中国发展，在台湾比较少戏剧的演出。唯如，因为有着超甜美的外貌，让她在出道时就拥有超多人气。2003年还出演了周杰伦《晴天》的 MV 女主角，一度传出绯闻，让她一眼成名。那相较于乔恩跟小乔在戏剧上的演出，她是比较走广告及上通告为主。今年40岁。她也在去年宣布了好消息啦，和长跑6年的圈外男友登记结婚，恭喜成为7朵花第3位人妻小杰屈敏杰。那7朵花里面年纪最小的成员，当时出道时只有15岁哦。在7朵花解散后，小杰就淡出了演艺圈，现在则是在上海担任室内设计师。今年36岁的他，即便淡出了演艺圈，但是和7朵花的感情始终不灭，很常会看到他们在社群上聚会的样子。馒头在加入7朵花之前，馒头早就先以2人团体 T-Rush 出道，也是台湾首支嘻哈女子舞团。他也担任过周杰伦 F4 演唱会的舞者，不过出道1年后就忽然解散，之后才加入了7朵花。但是后来还是为了理想退出了团体，到新竹担任国中体育老师，更是开了自己的保健工作室，可以说是完完全全的退出了演艺圈。不知道这边有没有正在看影片的你，有被这个老师教过？新竹的学校，如果有的话，可以在下面跟我分享吧，超想知道。看完他们会立刻找老师签名。老师应该会自己说吧，会就是会聊天啊。当年我可对啊，当年我可是女团成员呢。我们想的好肤浅。仔仔在2004年退团后，就一样也淡出了演艺圈，只有在7朵花聚会及结婚时看到他的身影，但是却在2023年的7月传出逝世的消息，享年35岁，让粉丝及成员们都非常震惊及不舍。而且这个消息非常突然，他好像消息传出的时候是已经过世一阵子才传出来，但是都没有特别说原因，所以成员也不知道。不太确定成员们知不知道。对对对。嗨，亲爱的仔仔，头发还翘起来。仔仔昨天终于隔离完了，大家有多久没有看到仔仔了？还蛮久了。第4个183 Club， 命中已注定是我看不清，你爱我的把戏就像狂风暴雨。那时候还有水啊，然后就这样唰，然后衣服很湿，我这么有力气，基督，爱上你。于2004年出道的5人男团，成员有明道、严行书、王少伟、黄玉荣及祝凡刚。因为成员平均的身高为183，所以团体名称才叫做183 Club。那我们现在公司有3个150几公分的，目前要多加新的4个了，所以他们再一个就可以组成女子版的150几 Club 了，对吧？哦，我还特别去算呢，他们的平均身高152， 152 Club， 他们。哦，好像是，对，因为小曼比较矮，对，小曼拉低了他们的水平，要怪就怪小曼。
那因为偶像剧《王子变青蛙》而一战成名的他们，不止演唱了当时的片头片尾曲，我真的要推《迷魂记》，然后还有那个《真爱》，还有《闭上眼默念3遍》，通通都去听，真的很好听。闭上眼，默念3遍 ，Call my name， 我就出现。我们都曾经明白，也都曾经遗憾，错过了爱。而且《迷魂记》去年又掀起一波讨論，因為子瑜的 solo 有一段跟那個《迷魂記》的旋律很像。你就爱 party， 就爱到厨房点，搞得所有人都有点暧昧。但是这就是你说的那种几个旋律很像的，就是因为流行。对，这种的才会就是一样嘛，对不对？对，然后可能刚刚那和弦，它一样有比较好听的音程在那边。那顺势隔年就推出了他们的首张专辑《183 Club》同名专辑。出道3年后，2007年因为成员祝凡刚私生活太过的丰富，最后乔杰利宣布与他解约，并退出团体。隔年2008年，言行书重返 SBL 蓝坛，也宣布退出团体，最后团体解散。有吧？是台湾人应该都要迷过183吧？是有年纪的台湾人。懂什么？而且这边就是又在那个专辑支援一下，对，这张我也有买哦，《爱情魔法师》，但是因为我的还是找不到，所以又前线支援了一下。他那天去签唱会，但是明道没有到场，所以明道没有签到。然后那时候那个设定是有一个水迷宫，然后他就是要真的是命中的那个人才会这样一直这样很顺利的通过那个水迷宫。我那天因为看，我又再去看那个片段，哇！我只是看到想说，我以前怎么会想看？他那个就是那种水池，然后那个就是这样几个可以踩的，你就这样踩过去就到了。为什么他们踩不到？因为戏剧需求，好像变成叫水迷宫，没有，它就是1、2、3、4、5就可以踩过去。好，那刚刚王少伟的部分有在5566的时候就先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这边就不多说，直接进入别人。明道在2002年时就已经以冒险王主持人的身份出道，在2004年加入183，并出演了第一部偶像剧《天国的嫁衣》，陈海诺一角而广受好评。隔年出演《王子变青蛙》，担任男主角单君浩，直接让他人气一飞冲天。之后的偶像剧基本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身影，被称为偶像剧一哥，像是《爱情魔法师》。之后和陈乔恩合作的《鹰野3+1》也是经典中的经典哦。2008年开始往中国发展，也陆续拍了许多电视及电影。2017年在中国节目上183久违的大合体，直接哭死一票老粉们。那今年45岁的他依旧还是活跃在荧光幕前。2020年被爆出早就已经在2019年结婚，现在的他育有2个小孩，期待再看到他更多的作品哦。其实明道蛮辛苦，他的身世，他还有一个哥哥，但是那个哥哥比较就是爱对，希望这样不会被侦测到，是爱就是关于钱嘛，所以明道那时候赚的钱基本上很多都是给哥哥，但是因为他后来受不了，发现哥哥没有要悔改意思，所以就中断。金源也中断跟他的联络这样子，然后他妈妈是在那个市场卖地瓜，然后他偶尔回台湾的时候也会去市场陪妈妈卖地瓜，在板桥的市场。对，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妈妈买地瓜。我不太确定现在还有没有在卖啦。然后他哥哥在5年前就被发现一家人就是对，好像也是因为债务的问题，所以就选择了一些这样方式。对。最后就是还是要跟大家说，我们就是好好脚踏实地的赚钱，但是过年可以刮点小钱刮了是没有问题的哦，娱乐一下 ，OK。言行书，当年大家应该都有被言行书在 MVP 情人里面饰演的段成峰给迷倒过吧？那言行书本身就是一名篮球员，有着篮球精灵的称号。2002年因缘际会下出演了以篮球为主题的偶像剧 MVP 情人，并开启了他的演艺生涯。不过到了2003年，在打 SBL 篮球联赛时，因为膝盖的伤，让他最后考量下结束了球员的生涯，并专心在演艺圈发展，并组成了团体183 Club。
2004年再度担任主演，出演了《雪天使奇行风一角》，然后那时候 Toro 也是男主角之一。那时候我是觉得 Toro 真的很帅，那时候是 Energy 就是另外一个团体了，但是他又是乔杰利旗下另外一个团台风的成员。但是就是等一下再介绍给大家。那183在2008年解散后，言行书也重返球场。他先是加入了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云南奔牛队，之后回到了 SBL 效力于台湾啤酒。我那时候是台啤大粉，但是我喜欢的是野兽。那从球员退休后的他转往教练及球评发展，目前则是担任 T1 联盟的台啤云豹营运长。2020年因为篮球的活动和孙协志睽违20几年再度合体，当年 MVP 情人的画面直接重现。去年王宇杰和 Toro 还去看了球赛，3个人直接惊喜合体，梦回雪天使。今年49岁的他，在篮球界发展的有声有色，不管是当年 MVP 情人里的段成峰，还是现在的教练言行书，都还是依旧非常的迷人，只是发量变少。少那么多。黄玉荣在加入183前，就先在滚石唱片出道，并发行了歌曲《东海小王子》。罗东苏澳芙蓉头城，一直向北方。但因为销量不佳，导致演艺事业停摆，转往公关公司上班，之后才辗转在2004年加入了183 Club。我当时是觉得它里面是唱歌最好听的，但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好像人气比较没那么高。那团体解散后的他，则是转往了戏剧发展。近几年除了偶像剧外，更是8点档的一哥，出演了超多有名的8点档戏剧，像是《家和万事兴》《天下女人心》《天之娇女》《天道》等等。去年在《天道》的演员见面会上，更是过了20几年，在嗨唱《迷魂记》。今年48岁的他保养超级好，和当年的他比起来，感觉更年轻喽。他也在2018年结婚，和老婆非常的甜蜜。祝凡刚1998年参加过 TVB 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了亚军后，2000年以模特儿身份出道，并在2002年发行了首张个人专辑《告解》。之后在2004年加入了183 Club， 不过就在2007年，祝凡刚屡次被记者拍到出入夜店，最后被解约。但是被解约后的他似乎没有消停，在同年的11月被抓到吸食快乐叶子，然后呢就是入狱，接受一些惩罚。对，之后隔了3年，登上了金曲超级星艺人歌唱大赛，想再次拼复出，但最后只拿到了第6名。没想到在2013年又被搜出持有快乐叶子。身边亲友们纷纷断联，他因此去改名为张佑天，想重新发展。当时他也夸下海口说不会再犯。没错，结果隔了7年，在2020年被临检时查出又持有快乐叶子被逮捕，整个形象彻底崩溃。经过这些事情后，他也转战当起了直播主。才没多久，他要惹麻烦了，但这次是惹到前队友明道，因为在记者会上誓言说明道因为受张庭林瑞阳传销事件影响，导致他无法回台。明道听到后气到发律师函，直接把祝凡刚告上法庭。虽然之后他也公开向明道道歉，但2人似乎关系变得更糟。兄弟啊，183 Club 是我们辉煌的历史，那段期间的奋斗也是我最棒的回忆。我不可能做出伤你的事，或是对我们任何成员伤害的话。那今年46岁的他，目前转往中国及日本发展。他在日本开了服饰店，卖滑雪服饰，并兼当滑雪教练。之前王仁甫一家到日本滑雪的时候，还有去找他。另外的时间，则是在北京的夜店担任 DJ。那祝凡刚他的亲哥哥 James 祝枪博也是乔杰利旗下一个团体 VJ 的团员之一。那 VJ 是由 Victor 和 James 组成的2人团体，仅推出不够勇敢和怎么了2首歌就解散。好啦，那另外就是刚刚上面有说到台风这个团体，它的那个台风不是那个台风，它是台湾的台。而且那个介绍的时候有分别，这3个人有分别不同的风俗。那他们是在2004年成立的3人团体，起初团员是 Toro、小春和连伟孝所组成的。那之后连伟孝因为家庭因素退团，然后找到了 K1 成员 Darren 组成了3人团体。
那没错，这个 Tolo 就是 Energy 的那个 Tolo， 现在很红的16吨的那个 Energy 的 Tolo。好啦，我是觉得如果现在真的在开乔杰利家族演唱会的话，我跟你讲，我绝对是抢到不行。什么7朵花、1835566K1一起这样开演唱会，有可能吗？这辈子？好啦，以上就是今天跟大家一起回忆的乔杰利家族团体啦。以上哪个团体是你当年最爱的呢？都欢迎在下面一起跟我分享哦。那我们下次见啦，拜拜。哦，当年超爱183 Club。我有一次去看我朋友表演，在信义区附近的一间餐厅，然后他同桌他的朋友当中，其中有个就是Tolo。哦。那时候他还没回16吨的时候，还没回16吨。对，他一看我，他就说推一波带咪，我那时候我要吓掉，我说啊，我就你被Tolo认出来，好好哦。我要说是我们频道他有在看，因为他有在关注韩团。然后他跟他女朋友都会看，那Tolo会看到我吗？会吧。我刚刚一直都有说 Energy 里面我觉得你最帅哎。好好笑，突然想起来，很久了，1年前吧。哇，去年。好荣幸哦，被认出来。那时候有看我们频道，我就很震惊啊。因为其实他那时候就是你说那时候比较肉一点的时候，我第一眼其实没有马上认出来。是我，因为很暗，那边很暗，然后你认真看，哎，对，他是Tolo。他本人就是很好，长得五官真的是很好看。对啊，就觉得哇，突然想到这件事情，觉得有趣。Tolo 最帅。哎，我以前是最喜欢他。太晚了，你这些话。然后你没有认出他，拜拜。拜拜。56不能忘。而且他昨天跟我分享，他说他昨天就是他搭车的时候闭目养神，想起了这一段回忆，就是他那时候去 K1 签唱会，但是因为他带专辑去哦，只是他那个外面那个膜没有带，但是他们规定签名一定要签在那个膜上。I don't know why， 所以呢，他就很难过，然后他就真的问说，对，真的是不行吗？然后他就说他表现真的很难过的样子，然后之后那个负责人就说真的不行，但是你可以上去跟他每一个人握手，所以他就是全场唯一一个跟全部团员握手的人，其他人都不能。对他们只有签名而已。哇，那这样签名握手你要选哪一个？我选握手，我也觉得握手啊，因为签名还有机会，但是握手不一定。对，我也是选握手哎。我好像是签名。哈？为什么？在 PPT 就好啦。就是这可以留念的东西啊！握手有点肢体接触啊，不行。OK， 就原本喜欢就摸，他有手汗，哇，好啊，手臭臭的解掉，懂什么？哇，他喜欢运动、跳舞、看电影，擅长跳舞、演戏。这种毕业纪念册。樱桃花花微如，当年应该很多人喜欢他，因为她是周杰伦晴天女主角啊。对。最甜美 O 型摩羯座，喜欢听音乐、看电影和书，广告 MV 导演的最爱，没错。这是毕业纪念册。云朵花花小乔最温柔，天蝎座，喜欢古典乐、打撞球、看书和幻想。幻想。他会弹钢琴跟古筝很强哦。这超红，乔恩，他就阳光花花最开朗。为什么乔恩那时候最红的？因为她都是女主角。她的兴趣是什么？酗酒。为什么啊？就是她很爱喝酒。她最喜欢唱歌、演戏和吃，会演戏，善于主持。确实。